你自己对自己的实力是认可的？你觉得你的嗓子可以当歌手？虽然我外表看起来小小的，其实我内心藏着一个巨人，想让大家慢慢认识到啊，他也是一个歌手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喜欢与否你自己选择。与其就是一个人设。老师中间有想抄我，没有抄过，因为技术太差，不敢。对，主要还是对比较厉害了啦，辛苦了，真的辛苦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还有一个卡丁车的项目，我你开心吗？挺解压的。我是因为你，然后前天晚上我都工作完了，我才去试了2次2圈。那对，你懂。我懂了。就是你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《A Page》，我也有听啊，谢谢老师。然后那个就是为什么会把《Joint》这首歌作为 solo 的主打歌？《Joint》这首歌其实是我一开始就是想做这样一个类型，因为我没有尝试过 rock 这样的摇滚风格的歌曲，然后包括作词作曲啊，我都有一起写。然后因为我觉得，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还是要自己要参与一下，自己要参与。这样就是你唱出来会更有感情。是的，然后我也其实很认真的去看了这个 MV 了，里面有一些意象，我觉得总应该是有一些隐喻了。我一直就是觉得那个巨人是我的一个影子，对，所以我其实跟那个导演我有提个 idea，就是我想，虽然我在前面是个小女孩，可能要描述我的这个心路过程，但是。就是一直后面会有一个影子照着是我内心的东西。我觉得这张专辑我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，虽然我外表看起来小小的，我个也不高，然后呢看起来可能温温柔柔的，但是其实我内心藏着一个就是作为歌手小宋的一个巨人。所以就是想通过这张专辑让大家认识到我的声音，认识到哦，原来雨琦她也还是就是有力量，是个歌手。对。你参加《奔跑吧兄弟》这个节目，对吧？没关系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雨琦，我终于来啦！就是有种说法，就是说你是甚至是空降到这个节目来的，对，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呢？其实就是那时候我真的出道没有多久啊，然后就是收到节目组那边的一个面试，然后也是去了，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没有抱很大希望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内很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节目，然后其实我作为一个小新人，我没有任何的就是我只是就试一下，就进来大概是什么样啊？国内面试一下，那是我第一次面试。紧张吗？不紧张，不紧张。按你的性格就是我就去试一下。对，我就觉得去试一下，成了就成了，不成就不成了嘛。因为我也很清楚我那时候自己的定位，我觉得我还在努力，不成就继续努力，成了那当然我继续更努力嘛。所以其实可能还是性格啊，或者是说自己想努力这个心可能打动了节目组或者什么，确实也非常的感谢。你是这个《奔跑吧兄弟》这么重量级国内一个综艺节目的第3任常驻女嘉宾，对吧？第3位，你有压力吗？您说没有压力那是假话，当然有压力。对，因为他们俩知名度都很高，对，大家都是我第一次在国内参加综艺，我什么都开始不敢做，然后就是觉得，是不是做什么都是错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觉得自己该小心翼翼的那样，反而你太在意那些东西，你自己都不开心了。对，你自己的行为举止都能开始变化了，对，就变化了，不是你最初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了。对，你自己都不开心了，那当然别人看到你也是不开心。那我还不如就是不管了，就是觉得我开心，大家也会开心。从压力变到就是自己懂该自己怎么做了。你是一个迅速能够融入这个团队的人，就是在这个节目的人。
对，其实因为我不是认生的那种，就是我有点自来熟，这是你性格的原因。对我性格就很大大咧咧那种，所以可能我哪怕第一次见面的人，我也会，你不跟我讲话，我可以主动跟你讲话，我也不怕尴尬。我觉得也是性格原因，受伤太多了，也不怕受伤，就觉得也无所谓。你受伤指哪方面受伤？就是练习当中受伤还是挫折？这性格嘛，可能我会经常去yo bro 这样，但是可能有些人他不喜欢这样，就可能就觉得这人怎么这样？就是其实这个很正常，是我在人际关系里面我自己去交往朋友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，但是慢慢几年下来，我就觉得我已经看开了，我觉得你愿意跟我玩就一起玩，不愿意跟我玩我也拉着你玩。就是这样。简单的评价一下你跟这些跑男团的成员的一些相处，私底下会跟谁的互动多一些 ？Baby 姐也是 Baby 姐，其实可能是因为都是女生嘛，可能我们俩会在一起时间会更长，所以她是我的第一个大姐姐，就是她是我什么话都敢跟她说，因为她都经历过，她知道我的感受，所以我愿意什么都跟她分享。就没有任何的避讳，就是都想跟他说话也很温柔，然后告诉你雨琦这样，就你不要怎么着，就是他是真心的在去帮你的那种。蔡徐坤哥其实因为像我跟他跟 Lucas， 我们3个年龄很相似，而且都是歌手，我们比较有共同话题，而且会很就是互相懂的那种。下一个年龄段，比如说凯哥跟 Baby 姐啊，凯哥跟 Baby 姐，然后。就像他们其实就是哥哥姐姐，确实是就能看出来他们是真心的，就是在照顾你的那种。然后像陈叔叔，他就是他一个大家长一样，他会给我讲很多道理，就很像我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很喜欢他给我讲那些道理，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确实是非常有用的。你觉得这些人当中谁最有趣？最有趣吗？对，我是觉得就是沙哥，就是他可能是因为东北口音，他说什么我都觉得特别好笑，就觉得就很亲近。你在上学的时候，你上的是北京市101中学啊，那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就是能够放下学业，然后去选择去海外做练习生呢？就是我也以为自己确实就只是当一个爱好，因为平时是爱唱爱跳的，就试一下而已，就参加一些选秀啊，试一下，然后就这么成功，对，也没有了，其实也是尝试过几次，然后也是。大概这个时间经历了多久？就是像这种全球，因为我参加是那种全球选秀嘛，它是会有几轮面试，那我其实基本上每一次都是有到第2轮、第3轮，但是最后一趴您等我们联系您到海外就是现场面试，基本上到那一步就是就突然没有消息了，就没有消息了。对，其实有3、4次都是那样，然后最后觉得到时候这个机会要来了，我不能再把它放下去了，所以就坚定不移的选择它。比如说没有成功的这个出道的经历，你自己对自己的实力是认可的吗？可能每次选秀，因为我没有专业去学过唱歌，然后之前只是一直在学习舞蹈，学习一些中国舞啊什么的。其实唱歌这方面，每次一到唱歌的时候，其实因为我的声音，大家现在觉得可能是一种烟嗓，一种魅力，很好啊。但其实我从小对声音是特别不自信的，就是人家一让我唱歌，我就特别不好意思。因为我声音原来不是这样，是受伤才这样的。对，是小时候，因为怎么受伤？是小时候，就是幼儿园的时候，然后妈妈那时候加班比较晚，就接我就接得很晚，但那天我发烧了，就在幼儿园哭了得有2、3个小时，把嗓子哭哑。对，哭哑的，因为我话很多嘛，然后可能小时候嘛，大家同学们开玩笑或者老师们就可能觉得，哎呦那个大粗嗓，就会经常会这样叫，所以你会不自信。对，就是包括我父母也觉得最后成功的时候，他们问了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琪琪，你觉得你的嗓子你可以当歌手吗？”就他们也是，就是虽然爸妈很对不起我这件事情，但是确实是声音这个东西是我特别大的一个弱点，就是包括我现在，我也跟所有人跟我亲戚人说，我说你们开我什么玩笑都可以，不要拿我声音开玩笑。到去海外正式学习唱歌之后，第一个教我唱歌老师他跟我说，其实你可以改变你唱歌说话的方式，把它变成你自己一个武器。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啊，原来我的声音不是我的一个弱点，反而成了我一个武器。这确实是我从一个
对于我自己的声音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。你这次隔离又重新回来，你第一眼见到父母是什么状态？哇，我其实第一眼见我爸妈不是真见，是我隔离的时候他们有来看过我，就是在窗外，在底下那个隔离的那个楼，对，在底下，然后我爸爸妈妈过来，然后哇，那个是我1年半将近没有见父母，然后你抓不着摸不到，只能在远远的看，然后我们视频，就那天，然后关键是我妈那天还把就是亲手做的饺子送过来，就边吃我妈的饺子，然后边跟她聊天。空调，嗨，嘿，我爸我妈。带的东西还送上去，然好后你先吃那个饺子。行。加油，加油隔离，然后出去见爸爸。哇，我就觉得，就那个感觉是，哎呀，百感交集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觉得还是爸妈给了我那种踏实感，那种家的感觉是谁都给不了的那种。我觉得一年半没回家，但是也算回家挺好，真好。那是个特殊的经历。你最早在这个团体里面是一个舞蹈担当，然后后面又开始学会了 rap 啊，然后现在又做了 vocal 担当。你这是一个你个人的一个主动的选择呢，还是一个这个团队这个公司对你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要求的一个变化？那其实就是，虽然因为我其实是选秀的时候是舞蹈部门。但是中间公司发掘我的音色，发掘我想成为一个 rapper，但是最后发现我唱歌也很好听，所以就变成一个 vocal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位，所以你就是全能的了，也不是全能。但是老师您别说，可能别人看起来是全能，其实在我这边，全都会，可能是我的一个好就优点，但是在某一个时候可能又变成我的缺点。就是你真的要会，你才是你的优点。如果你只是每个都沾一点边，哪个都不强的话，其实是个压力。对。你觉得你个人 solo 和团体的时候的状态会有不一样吗？哦，这次回国确实感受到，其实还挺不一样，因为很少有机会你一个人 hold 住一个舞台。是。回国因为还没有就是完全适应这个自己的这个过程嘛，因为我性格也是不喜欢一个人的那种，所以经常会觉得很孤独，就觉得啊，原来我是自己，然后原来你是自己，周边已经没有同伴了，就没有同伴，就是我。对，然后。而且作为一个歌手，确实你一个人完成一首歌，确实有时候会难，所以我觉得反差就是差距还是蛮大的。说实话，你发行这张新专辑，你在海外的团体的姐妹，你有分享给他们吗？有啊，对，出道之后我是第一个就是个人的活动第一次，所以其实大家边紧张又为我。又紧张又想让我好，就是其实他们也是有一种不安，但看到我做的很棒，他们是真心就觉得。我家语气很棒的那种，其实挺感动的，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，都在忙，但是还是每个人都有跟我说对祝福。所以你现在的工作，然后你会中国海外两边跑，对，而且是属于就是很忙的一个状态，你会感到疲惫吗？还是我就是享受这个很忙碌的状态？其实我也是，就是有点工作狂的那种，我喜欢把我自己忙起来。因为我一旦停下来，我会觉得我这个年龄我不该停下来，就是我会不安，觉得我应该在做点什么，就是忙是比不忙好。但是您说不疲惫吗？身体疲惫，但是我心不累，就只是说身体可能比如跑行程真的几天没有睡觉，你会精神不好，那一定会影响你的舞台发挥。那可能我会短暂的身心疲惫这样，但是还是享受就是工作的那个过程的，就是其实。这种不安其实来自于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得不到，或者是说你看不到未来，你所以不安。所以我之前是觉得做一堆比起不做好，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做很多也好，但是做好还是最好。一堆高质量的是最好的。对对对。大家都说你跟那个粉丝的联系是种很特别的。方式对吧？因为我经常跟我粉丝说，就是我不是什么大明星，我们就当朋友就好。因为我是希望粉丝跟我之间会更随便，我不需要你们把我看到高高在上，我也不会觉得你们做的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。我觉得我们就是
真的就像朋友一样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激励，我们都变得更好。对。但是粉丝也有督促过你身材管理的事情。对呀、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怎么看待的？这段时间确实是我就是回国第一次回国，然后两边跑，因为那时候确实3个月没有停过一天那种，就是有点很累的行程，而且我一有压力，我就会用吃来去释放我的压力。自控能力很多时候是不是很强那种，我需要别人去鞭策我，需要去打击我，需要去告诉我，所以我那段时间确实看到粉丝们其实也有真的觉得不行了，真的要再减肥了，但是我得自责。对，非常就我觉得对不起他们，因为你爱你的人都已经真的是为你好说这样话，那你为什么不努力？但是我们一起熬过来了，我觉得非常的感谢，就陪我走过最难的一段时间吧。对。然后大家都说偶像是有人设的，对吧？你的人设是什么呢？我的人设就是我自己，做我自己。就是人设这个东西，其实你可能人设人觉得是你做一个人设出来，或者是你装一个人设出来。但我觉得我现在自己，可能人家觉得是我的人设，但其实我想告诉所有人，就是我这就是我性格就是这样，就是你觉得他是个人设，我 OK， 我接受我在节目里也是这样一个人设，但其实我就是这样，我也没有办法去改。我没有为了人设这2个字去做表演。我觉得我真实的是这样，其实我之前是希望所有人都喜欢我那种，但是现在其实我也想开，我觉得不可能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真实的我，那与其装一个语气出来让大家喜欢。慢慢发现你后来不是这样，那何必呢？还不如我第一次把我真心抛给你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喜欢与否你自己选择，但是我还是要做我自己，对我就是这样。所以人设这个东西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与其就是一个人设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人设。这是个非常棒的观点，真的。出道3年了，然后这个有很多的收获和成长，对吧？你可能也会有一些缺失，失落，你有这方面的遗憾吗？遗憾吗？就这3年当中，对，其实因为确实我同龄人他们现在都开始准备考研啊，或者有工作该工作，交论文什么，就是确实跟我是2个世界。对，我是觉得我就是没有经历过大学的那个就是那个缓冲的一个阶段，进入社会一个缓冲的阶段嘛，我直接进入了社会。其实心里因为我没有参加高考，就是其实一个很大的遗憾。所以我就觉得，以后真的我能够有时间，能够有精力的话，我还是想踏踏实实，真的去大学里面学一些自己想学一些东西，体验一下大学生活，然后吃一下大学食堂，做一个金融精英，就弥补这个缺憾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小遗憾，那我以后有机会吧，我觉得。挺好看。